如果说衡水中学是985制造厂，那么毛坦厂中学就相当于高考修理厂，因为来到这里的多是一些成绩较差的复读生。在近10年的时间里，毛中的本科录取率达到了惊人的86%，堪称神话。哪怕你智商平平，甚至是倒数第一名，只要在毛中读1年，至少也能上个3本。可以说一只脚踏进了毛中，另外一只脚就已经进了大学。不过在超高的录取率背后，是毛中近乎监狱化的管理方式。老师对此毫不避讳，直言来毛中复读就是在坐牢，就是相当于判了1年的有期徒刑。在毛中，学生不能上网，不能谈恋爱，也没有任何的娱乐。老师会不定期翻查学生的出租屋，从枕头被褥一直搜到抽屉盒，以杜绝一切影响学习的东西存在。你也不用想着做完作业可以出去放放风，因为老师布置的作业根本做不完。对于课堂纪律，班主任会不定期站在窗外来个死亡凝视，有时则直接通过监控看学生们的一举一动，尽收眼底，可谓天眼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教室的四周贴满了各种疯狂的标语和检讨书，孩子们的时间就像压缩饼干，每分每秒都被安排得严丝合缝。午觉直接趴在桌上睡，就连吃饭的时间也只有10分钟，基本都是站着匆匆吞完。每天除去睡觉吃饭，孩子们的学习时间高达14个小时以上，几乎相当于成年人1天上2天的班，常常都是晚上10点还在做试卷，洗洗漱漱到凌晨才休息。1年下来做的试卷垒起来有1米多高，在这里你能真正的见识到什么叫往死里学，什么叫往死里背。毛中严酷的管理方式和高压学习方式几乎磨灭了孩子的个人色彩，只有在那些堆积如山的塑料水壶上，才能窥见他们的真实心声。那是无处安放的青春，在石缝里开了一朵花。为了杜绝一切影响学习的东西，小镇上没有一家网吧 KTV， 校里校外都长期沉浸在一种考试的氛围中。唯一能感受到一点生活气息的，便是陪读家长茶余饭后的广场舞。目前毛坦厂常年居住着3万多个陪读家长，人数是当地居民的2倍。为了让子女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，他们不惜抛家舍业来陪读，专门负责给孩子洗衣做饭，有的是1陪1，有的是2陪1，甚至还有一家老小全部搬来的。按照市面价格，一间近20平米左右的小单间，年租金就在1万多。如果是带空调独卫的套房，价格还要更贵。另外，这里的水费、电费、菜价都很高，基本和北上广持平。一些父母3年就花了10多万。为了维持生活开支，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打工谋生。火爆的复读生完全带起了一条产业链，甚至成为了当地的经济支柱，同时也让毛坦厂这个偏僻的山间小镇成为了全国闻名的高考镇。眼前的这名中年男子叫吴俊，为了一边陪读一边维持家庭开支，他不惜关掉自己的厂来毛中当保安。儿子吴世康很争气，一直保持在全校前300名。每次说起来，吴俊的脸上都写满了骄傲。家境贫寒的何飞成绩一直处于中下水平，最近还多次请病假，缺了几节自习课。班主任陈晓东早已看透了这些偷懒装病的小伎俩，知道他们到医院就是挂个葡萄糖，所以每次都会亲自去核实。当何飞因为月考成绩下滑落泪时，班主任一边安慰一边鼓励，说你现在就差在2本和3本之间，如果考个3本，毕业基本就等于失业。如果能考个好的2本，不是你去找工作，而是工作来找你。聪明伶俐的李浩上课老是开小差，不是吃零食就是在听歌，偶尔还会对着教室的监控摄像头戏弄一番。最近被班主任没收了 MP4 后，他的成绩一下就进到了全校的1000多名。毛中每周1小考，每月1大考，月考的过程完全模拟高考，其分数对高考成绩有很大的参考价值。每次月考分数公布时，有人因为成绩的退步哭得梨花带雨，有人手足无措地站在走廊上听老师的训斥，也有个别人才将写满黄色段子的检讨书交给老师应付了事。而班主任见何飞的成绩一退再退，建议他搬到外面住，让家人来陪读，这样既不受室友的影响，也能全身心地投入在学习上。可何父平日全靠3轮车拉人谋生，一天就赚个110块钱，还不包括天寒下雨。这次合肥复读，他几乎掏空了家底，好不容易才凑到了几万块的学费。
如果好好来陪读，一个月动辄上千的房租，他根本承担不起。班主任无奈之余，愿意发动全班学生捐款，以助他一臂之力。但何父考虑到女儿的自尊心，还是咬牙在镇上租了一个小单间，并把老母亲派来陪读。寒来暑往，秋去冬来，年指间便到了次年3月。监狱式的生活已经过去了2/3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孩子们将对高考发起最后的冲刺。在3月的月考中，吴世康从全校前300名掉到了3000多名。父亲吴俊气的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心好似掉在了冷水里。如果不是高考即将来临，他早已对着孩子大打出手。吴俊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严父，一直奉行棍棒底下出状元。孩子一道题讲3遍不会做，他反手就是一巴掌。虽然这种方法备受他人指责，但他却认为招不在对，管用就灵。在吴世康的心里，父亲像一个独裁专断的皇帝，有着极强的控制欲，自己每做一件事都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，稍违抗就是一顿打。这次月考落败，正是在父亲和高考的双重压力下，导致他心态失衡。如今他就像一根绷紧的弦，只要再来一巴掌就会完全崩溃。父亲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因此并没有照例惩罚，而是静观其变，顺其自然。次月，吴世康的成绩停止了下滑，但依然徘徊在谷底。何非则取得了历史以来最好的成绩，排名进入全班中等。5月是最后一次月考，也是最能体现高考成绩的测试。吴世康的分数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但离自己理想的成绩还有差距。而何非没有保持住进步，成绩再度下滑。灰心失望之余，他开始自暴自弃，无论班主任说啥都不理，甚至连课都不愿意上。临近高考之际，一位姐姐在送饭时突然晕倒在了校门外。妹妹的情绪在一瞬间崩塌，忍不住抱着姐姐嚎啕大哭。你很难想象这背后的辛酸故事，但我想妹妹会很努力，不然怎么对得起姐姐的那一抹青丝。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高考前夜，漫天的孔明灯寄托着孩子们的希望和祝福，飞向了深邃的夜空中。这短暂的狂欢是一种压抑已久的释放，也是告别青春的盛宴。而这条简陋的小巷，因为一棵所谓的高考神树闻名全国，每临高考来这里烧香跪拜的家长是络绎不绝。或许你会说不科学，且考试也不归观音管，但至少它能让家长有个精神寄托。一日清晨8点08分，送考车队满载着孩子们奔赴考场。最终吴世康考了526分，被所重点大学录取。吴俊百感交集，一时间喜极而泣。要知道，这是一个犯过苹果倒过大豆，亏了几十万也没怂过的男人。要知道，这是一个为了孩子的学业可以抛家舍业停掉厂的男人。人们都说他对孩子狠，其实他对自己更狠。李浩虽然平时看着吊儿郎当，可最终却考上了1本，何非则只考上了3本。尽管不理想，但家里的经济条件已经无法支持他再复读1年。而班主任陈晓东将在2个月后迎来新的一届复读生。孩子们只是辛苦1年，但他却要在这里辛苦一辈子。很多人都觉得学生苦，可老师起得更早，睡得更晚。虽然学校有一系列考核老师的标准，但溜岗的也大有人在。我想，除了父母，没有谁会因为你下降几分，凌晨跑去搜你的屋子；没有谁会较真你到底打的是葡萄糖还是头孢。很多事情，陈晓东完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，但他深知拯救一个孩子就是拯救一个家庭。所以为了提高孩子们的成绩，他几乎倾尽了全部心力。或许要很多年后，孩子们才能体会到这位严师的良苦用心。这部纪录片《高考》由央视制作拍摄，2015年上映时曾引起了大家的热议和反思。有人指责毛中就像一台泯灭人性的铸造机，不管你是方的圆的，只要经过这台机器的加工，出来都是一个样。也有人抨击应试教育不合理，认为这种方式只能教出做题机器，根本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，甚至嘲讽这些追梦的学子为小镇做题家。可如果没有高考，没有毛中，这孩子的出路基本就是送外卖、扭螺丝，能去开个小吃店、火锅店都算是有出息的。而他们不只背负着自己的理想，还要扛起一无所有的家。像片中这位身患残疾的大叔，一边陪读，一边还要支摊谋生，那沧桑的脸上写满了不易和心酸。像我这样的一个残疾人，孩子就是我唯一的希望。
许多出身农村的孩子来说，高考是他们人生中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也是最公平的一次竞争。尽管高考有许多弊病，也不是最好的制度，但确实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。